开始发芽了。按照这个速度下去，再过几年就能有收获了。好，有这些粮食，就有了让家人不挨饿的地气。走，现在回家。孟少宁，你还不快滚！现在我亲儿子红林已经回来了，你个养子在我家享福了20年，还想怎么样？1979年，我这是重生到被养父养母赶下乡的那一天了。不是我说啊，孟少宁，还等啥呢？我才是钢铁厂厂长的亲儿子，你嘛就滚回乡下你亲生爹妈那儿，等着被饿死吧！少宁，你只不过是当年我们在医院报错了，养了20年的养子，不是亲生的，所以，请你现在立刻离开我家，自生自灭吧！走就走，你以为我离开你们就活不下去了吗？检测到宿主有强烈情绪波动，良田空间已激活。哇塞！这就是良田空间。良田空间内初始面积100亩，空间内的农作物获得100倍生长速度，且种植的作物品质和产量相比外界种植效果翻倍。良田空间，农作物100倍生长速度，还能产量翻倍。在这个年代，我要发了！孟少宁，发什么呆呢？还不赶快滚出我家！发呆？看来我只是意识会进入良田空间，身体还在外面。这么说的话，在外人看来，我只是在发了会呆而已。爸妈，这20年来，感谢你们的栽培和照顾。虽然我是你们报错的，但至少，这20年来，感谢你们让我吃喝不愁，这份恩情我记着。至于你，好自为之。走。现在虽说有了良田空间，但这种子在乡下可不好找。还好我在黑市搞到了这么多种子。先去良田空间把种子种上试试看。这一世重生归来，我再也不会像前世一样浑浑噩噩。我要让我真正的家人顿顿吃上白米饭，还要让我们家盖上砖瓦房、盘火炕，让我们一家人再也不用挨饿受冻，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。真的开始发芽了。按照这个速度下去，再过几年就能有收获了。好，有这些粮食，就有了让家人不挨饿的地气。走，现在回家。记得上一世回来后，小妹对我很热情，可我却嫌弃她，把她推到一边。爸妈妹妹，我回来了。是少宁吗？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秋菊，快给少宁拿煮的鸡蛋吃。不用了，我吃什么都行。这些你们拿着。哥，这些书本都是给我的。少宁啊，这些是你城里养父母家给的吗？怎可不？这些都是我自己挣的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没有拿他们家一针一线。还有，爸，这是我在城里打工赚的钱买的。我既然回来了，以后这个家就让我来扛。妈，以后妹妹要上学，学费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以后我就在这山里转转，打点野味换点钱。小宁啊，你还是别去了，山里有野狼，你这娃子又没上过山，哪儿能？放心吧，我不进深山，就在外围下几个套子，打点兔子、山鸡什么的。那也行，你呀，先去村委找你有田叔啊，办个打猎手续。村委那里头啊，还有几件家伙，上了山带上，以防万一啊！好的，爹。良田空间的粮食来历不明，我正忙于打猎赚钱买粮当幌子。赵有田赵队长对我们家恩情很重，那年冬天闹饥荒，要不是他偷偷拨了救济粮，恐怕我们一家人当年就要饿死了。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，
这份恩情都必须要还。赵队长在吗？少年啊，这么早就来办手续啊？对啊，早办早安心嘛。哦，对了，队长，这是我特意在城里给你挑的小礼物，特意给你买的。这是收音机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哎呀，队长，你就收着嘛。这些年你没少帮衬我们家，这点心意算了什么？好小子，走进屋。这是狩猎手续，少年啊，我看你也是个明白人，以后有啥困难，尽管来找我。有哦，队长，我还真有个事儿，我想借队上的土枪用用，去山上打点野味儿。少年啊，这山上可有狼啊，危险着嘞。队长，你就放心好了，我就去山边上转转，绝不去老林子。我爹都同意了。少年啊，你记住，千万别往深山里去。最近啊，狼群闹得凶。队长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可心憋得紧呢。那行吧，千万注意安全。孟大哥，孟大哥，等等我。这不是我们村里的李大牛吗？他追我干什么？难不成赵队长不让上山了？大牛，你怎么来了？孟大哥，赵队长说你刚回屯子，对山上不熟悉，让我来跟着你。我前些年还在山上打到过欢子。大牛，我就在这附近转转，不去里边。孟大哥，你从城里回来，懂得多，我想跟着你学点东西。行，那一会儿要是真的遇到什么危险，你可一定得听我的，立刻走啊！没问题，孟大哥。哎，孟大哥，那有只野兔。哎，孟大哥，那有只兔子啊！大牛，你走右边，我走左边，咱包过去。好。孟大哥，真神了，真让你打到了，这招使得妙啊！小心，有野猪！孟大哥，咱赶紧走吧，这东西你手里的老洋炮可打不死，这畜生凶得很。一头成年野猪能有300-400斤，要是能打到，光是肉都卖不少钱。虽说现在兜里还剩下一些钱，但也不能坐吃山空啊！这么好的机会，一定不能放过。大牛别慌啊，我们挖个陷阱。孟大哥，这能成吗？大牛快，信我的，今个要是打了野猪，你就是屯里的第一猎手。成，我听孟大哥的。走。大牛啊，你去找点藤蔓，再找几个木棍，把它削尖了。行。良田空间里的泉水，既然能给作物提供养分，那应该对动物有很大吸引力。先试试看。孟大哥，藤蔓找到了，来，铺上。好了，我们上旁边树后等着，这个东西马上就来了。哎，孟大哥，那畜生好像知道这有危险啊！那就给他一枪。打中了！孟大哥，好样的！孟大哥，小心！去死吧，畜生！孟大哥，我刚吓得魂儿都飞了。值了。孟大哥，我真是开了眼了，没想到你这么能打猎，我以后就跟着你。你带着我，我肯定不跟你拖后腿。怎么，你要当猎户？打猎可不是天天都有肉吃的。哎，没事，孟大哥，我不要肉，我就想跟着你学技术。现在是饥荒年，
不像平常还用冲过给集体，反正只要是自己打，都是自己的。不过以后我肯定也不能一直一个人，多一个帮手能省点事情，只需要每次给大牛分一些肉就行了。行，那这样，你以后就跟着我当猎户，然后我给你开工分，你打的越多，我到时候就分你一块肉，怎么样？好嘞，孟大哥。走。哎呀，大牛啊，一会儿这肉切个后腿下来，给你娘补补身体。哎呀，孟大哥，这太多了，我今天又没出啥力啊。今天要不是你，哪能打到这个畜生？这样，一会儿来我家，咱们商量商量以后的事儿。啊，行，大哥。这都什么呀？这是，这么大个！哎呦我的娘！这是野猪？这是孟家回来那小子打的，这得有300多斤。这2年饥荒，大家压根没有见过什么荤腥，大多都是有钱无势。那第一桶金，或许应该就从这里开始。各位叔伯婶子，这肉是我和大牛刚打的。各位想吃肉的，可以拿东西来换，什么粮票啊、鸡蛋啊、肥皂啊，什么都可以。真的，少宁，你真的愿意换？俺家有2张粮票，俺家还有半块肥皂，还有鸡蛋，我这就回家拿来换。我们也换。哎，哥，你看那些村民的眼神，看咱可不一样了。哎呀，哎呦，你看你爸摘的啊！爸妈，哥回来了，还带了肉。少宁啊，这都是你打的？爸，这都是大牛和我一起打的，也是运气好，刚好碰到一头野猪。胳膊咋受伤了呀？啊，没事，就擦破点皮，过2天就会好。哎呀，妈，你先把这肉煮了，我们改善一下伙食，我自己去洗一下。哎呀，这都2天过去了，也不知道良田空间的作物怎么样了，去趟看看吧。居然这么快就长成了，而且每个穗子都这么大，产量果然提升了不少。如果拿出去卖，那还不得抢疯了？好吃，这味道简直就跟水果一样，又甜又顶饿。刚好拿出去给爸妈、小贝他们尝尝。不过现在还不能拿出去，这爸妈要是问起来从哪儿来的，我可怎么回答？现在可是家家户户都缺粮，还是等明天和大牛合计合计再说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啊！咱们可都是亲戚啊！你们家吃肉都不知道就自家人啊！原来是我那整天想着来家里打秋风的2婶罗金花和表哥孟富贵。你们来干什么？这么香，咋都不给我们分点啊？哟，少宁啊，这城里回来的就是不一样啊，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是吧？就是表弟，你们家哪能自个儿偷偷吃肉？打了这么多肉，也不孝顺咱们一家人。想要肉，行啊，拿东西来换，最多1斤，屯里的家家户户都是这规矩。啥？1斤还要换？哎，孟少宁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吧？要我说，起码得给我们切个50斤。50斤？罗金花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这是我儿子拿命换来的，凭啥无缘故给你呀？刘秋菊啊，你现在认了个城里的儿子，你不让我们这些穷亲戚了是吧？是啊，堂弟，咱们都是一个姓的，这肉说什么也得分一分。今天就是说破天去，你们也得拿东西来换，不然就给我滚蛋！孟少宁，你说啥呢？哟，这小丫头片子凭什么吃肉啊？长大了也是个赔钱货，还不如给我们富贵吃补补身子。是啊，堂弟，我可是咱们老孟家的男丁，这肉啊就该紧着我吃。我去你的！小桃是我的亲妹妹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就你这男丁，你带个伴儿去高贵了？你以为你们家有皇位要继承啊？
没东西换就滚蛋，别耽误我们家吃饭。哎呦，少年啊，你不知道那个周红林在村里，他没少霍霍我们家。去年秋收，关我屁事！周红林干的事情，你们找周红林去啊！咋回事啊？这罗金花又带着儿子来打秋风了？那可不，看着别人有肉就上门了。还说亲戚呢，以前也没见来过。刚才少宁在村口分肉不见来，感情是想白占便宜啊！哼，什么好事都想占，这罗金花也太没脸没皮了吧！关你们屁事啊！哼，富贵拿肉，我倒看看他们想怎么样。孟少宁，这肉我今天吃定了。孟富贵，再不把肉放下，老子让你断子绝孙！你打啊！怂！你孟少宁，你还真敢开枪啊！就你这熊样，这肉就从胃口里也不给你。这次只是个警告，你要再带你的儿子来抢肉，老子让你断子绝孙！妈，走吧，这疯子是真敢动手啊！孟少宁，你们家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好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。你要再敢带着你的儿子来打秋风，小心，老子让你家绝了后！走，快走！少宁好样的，早就该收拾这对母子了。各位乡亲们，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是他们抢肉在先。改天我孟少宁请大家伙喝酒。好。爸妈，快吃饭吧，以后我不会让你们再受欺负了。少宁啊，妈对不起你，要不是咱家太穷，你也不用放弃城里的好工作来乡下吃苦。少宁啊，都是当爹的没本事。爸妈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我在城里无依无靠的，哪有在家里过得自在？来，吃肉，咱们家会越来越好。妈，这个好。明天我就送小桃去上学，以后这个家我就为你们撑起来。哥，真的吗？我能上学了？当然可以。哥最好了。吃饭，爸妈，小妹，这菜再不吃就凉了。吃。是。哎呀，金窝银窝不如我自家的小窝，就算再破又怎么样？那也是我自己的家，有爸妈和小妹的家。去良田空间里看看放进去的那100多斤肉吧，顺便再算一下今天的收获。果然如此，看来这空间不仅能储存物品，还能保鲜。这都1天了，没有一点腐败的迹象。今天村民用各种生活用品换走的肉有200斤，现在这儿还剩下100多斤，目前来说足够吃上大半年了。吃的方面不用发愁，现在可以试试那个泉水。白天的时候，那野猪好像对坑里洒的泉水很兴奋，不知道对人有没有作用。上次我喝了1口，就感觉精神兴奋了不少，看来应该对一些病痛有所帮助。爸妈常年劳作的身体刚好能用，等会儿回去就把家里水缸里的水给换掉。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哎呀，你让我看一眼嘛，万一我认识呢？赵队长，你大早上的喊我做什么？还有大牛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少宁，我正找你呢。这大牛不识字，这是县里今天来的执行名单。我这会儿公社临时通知开会走不开，等下人来了，你看着安排吧。行，赵队长，你先去忙吧，这边有我和大牛照应着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好。孟大哥，你说等下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能习惯咱这穷地方不？不习惯也得习惯，这可由不得他们。既然下乡来改造，那就得勤勤恳恳的。孟大哥，这就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，看着比俺们村姑娘还娇气了。同志们，
你们好，我是咱们村这次接待你们的孟少宁。队长因为临时有事去公社开会了，你们接下来先跟我走。你好，同志，我叫张丽华。这儿，我们以后就是住这鬼地方吗？我告诉各位最后一句，你们是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，以后这种话让我听到也就罢了，要是让队长听到了，钱，我的钱去哪儿了？我钱呢？孟大哥，这个张丽华知青是不是故意找事儿啊？什么时候钱不见不好，非要现在钱不见了？现在还不能下定论，先观察观察。谁看见我的钱了？我可没有在他旁边，不是我。那也肯定不是我呀，我都是坐在前面的。苏婉玲，肯定是你拿了我的钱。刚才坐车的时候，只有你坐我旁边了。快点把钱给我拿出来！我没有。你装什么装？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不是小偷了。我告诉你，肯定是你拿的，快点拿出来，不然我就要送山了。装什么装？肯定是你拿的。张丽华，我没有偷你的钱，快点拿出来！住手！孟少宁，你是不是看别人长得漂亮就替人家说话呀？大牛，动手！哎，兄弟，你先跑啊！给我蹲着！来我们北山屯你都敢动手动脚，手不想要了是不是？你们。这是你的钱吗？这是我的，这上面还有我妈妈给我绣的花呢，快还给我好不好？这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里面有32块钱，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要报警了。钱还给你可以，但是前提是你要向苏婉玲同志道歉。凭什么？我今天就不道歉了，谁让他坐我旁边？你看他长得就不像有钱人的样，难怪我刚才误会他，不误会别人呢。你如果想要钱，首先就得道歉，不然就拿着你的钱还有行李滚出北山村。你敢？这是公社安排的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找赵队长，说你张丽华同志对我们北山屯环境非常不满，而且还诬陷我们同志破坏治安团结。大牛，好嘞，我这就去公社找赵队长。别去！对不起，苏婉玲，我误会你了。没事。你可说好了，别到时候又说我偷了你的钱。孟少年同志，今天谢谢你们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恐怕我今天就说不清楚了。好了，各位，现在你们已经到了咱们北山屯，应该有的饿了。我先带大家去食堂吃饭，等下赵队长回来了，就给大家安排住宿。好，走吧，走。苏同志，那就在这儿吧，靠窗采光好，也舒坦。谢谢你，孟同志，今天多亏了你。小事儿，那我去给你打点水。苏婉玲，谁让你抢我位置的？赶紧给我走开！张丽华，这里没有固定分配，先到先得。放屁！肯定是你和孟少宁那个乡巴佬串通好了。就是，凭什么先到先得啊？这肯定有猫腻，真不要脸！赶紧把位置让出来！你，张丽华，请你们讲点道理。讲什么道理？我今天偏要坐这儿。干啥呢，张丽华？你又欺负人？怎么？你们当地人还想欺负我们知青不成？小心我去告你们！告啊！我们都是当地人，能把我们咋的？我们有自己的地方住，谁稀罕跟你挤？装什么蒜啊！我孟大哥可是在城里待了20多年，有知识有文化，只是当年被报错了，刚回家而已。说起来，我孟大哥可比你高贵多了，臭38！哼！原来他还有这样的经历。苏同志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也早点休息，有事就喊我，我们住的不远。谢谢你。那给你打个水。走吧。哎，哥，你今天帮苏知青搬东西，是不是看上人家了？你瞎说什么呢你？哎，别走啊，哥，我可是看见了，
你给人家搬东西的时候，那眼神可不一样。大牛，你少给我胡说八道！哎，说真的，哥，那个苏知青长得又好看又讲理，可比那个张丽华强多了。你得抓点紧，别让人家抢了先。你倒是挺操心啊。那可是，俺娘可是说了，让我帮你操点心。你都21了，村里这个年纪，小孩都能打酱油了。行了，我说你就少琢磨吧，明天还要早起上工呢，赶紧休息。哥，那我说的你可得好好想想，上点心啊。哎，没完了吧你？快走快走，赶紧滚蛋！那我走了啊。现在还是先好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算算日子。再有几天，良田空间里的粮食也快成熟了。等过几天，再去找赵队长批块荒地，试试里面的灵泉水泡过的种子能不能用在外边。哼，这土地都硬成这样，怪不得种什么不长什么。这种情况不养个几年，根本成不了。就是不知道灵泉水泡过的种子还有用吗？哎，哥，喝了你这水，精神百倍啊！哎，来，大牛，歇会儿。哎，对了，哥，你说咱这地翻的也差不多了，咱种点啥呀？这麦子过了时令，苞米也晚了吧？大牛，咱们试试这个麦子怎么样？这麦子咋跟金豆子似的？这是农科院的新品种，生长期短，抗倒伏。哥，这能行吗？哎，新品种就是新品种，万一成了呢？哥，你这要成了，你可得给我留点。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保险起见，再浇点对我灵泉水吧。嗨，没啥。哎，哥，哎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来，哎呦哎呦，哎呦！哎哥，刚才我又去了趟那块荒地，我的个乖乖，那麦苗子都有我小腿那么高了，这才几天啊，像吃仙丹一样。就看收成了，到时候这次的就当留种了。哦，啊，虽说这苏婉玲学的最快，但这手上什么时候弄的都是血泡，也没吭一声。各位乡亲们，今天上午掰苞米，大家都辛苦了，特别是女同志。这样，女同志们下午都先回家去做饭，咱们男同志下午加把劲儿，争取把东边的20亩全都给拿下。得嘞，都听少宁哥的。少宁哥，这是我从城里带来的，谢谢你那天帮我。不用谢。哟，苏知青偏心眼儿，就只给我哥烟。哎呦呦，看他跑了哥啊！哎哥，我下午去咱那块地，发现你家二婶罗金花和他儿子孟富贵一直在咱那转悠，你说会不会要搞坏事啊？他们要干什么？你看清楚没有？没有，但我估计没安好心。大牛，你先带着知青们下午去掰苞米，我去看看。好，走吧，咱们掰苞米去。走。娘，孟少宁那个瘪犊子的地，这才几天啊，苗子窜的都有半人高了。哎呀，富贵啊，着啥急呀？这苗子窜的再高，这有啥用啊？那不还是给咱鸡鸭当食吃啊？去，把咱鸡鸭呀给赶过去。嘿嘿，娘，还得是你想的高，看我不祸害死他的地。谁让这瘪犊子吃独食？看咱娘俩不整死他！鸡呀鸭呀，你们可得多吃点，别我把孟少宁瘪犊子的麦苗子全部吃干吃净。当初还敢打我，看我不整死他！既然你们敢做初一，就别怪我做15了。唉，真是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既然是送上门的好货，那我就笑纳了。哼。
这边。哥，今天种地累不累？还行，你也好好上学，等麦子熟了，哥给你蒸白面馍馍吃。孟少宁，你个王八羔子，给老娘出来！是二嫂，上次没要到肉，这次又来闹。这嘴里不干不净，咱少宁又不欠他。爸，我去看看。哟，这不二婶吗？怎么还没过年呢，就来拜年了？你少废话！我们家鸡鸭你给藏哪儿了？什么鸡鸭？二婶，你家鸡鸭不见了？你给我装什么装啊？我们家鸡鸭还好好在那吃草呢，嘿，突然就不见了！偷鸡贼，死不要脸的！二婶，我哥才不会偷东西，你说谎！你小丫头片子懂什么呀？给我一边去！你在我家对我妹妹动手，又想吃枪子了吧？哎呦，天杀的，偷了我们家鸡和鸭哟！就是你偷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你亲眼看见的，你怎么不拦着？他一个人还能抵得过你们2个人啊？什么鸡鸭不鸡鸭的，我们根本就没看见。二嫂，也别冤枉我们家小宁啊！我说，你们家鸡鸭不在家里，跑哪儿吃早去了？反正就是出去了。你们家鸡鸭不见了，自己不去找，反而来我家找，你们是脑子有病吧？有病就去看病去。我亲眼看到我们家鸡鸭在你们家地里吃食，转眼就不见了。那不是你还能是谁啊？就是，我亲眼看见你把鸡鸭装进麻袋了。哼，一会儿亲眼看到我抓鸡鸭，一会儿又看到鸡鸭在我家地里不见了，怎么就这么喜欢来我家地里？要我说啊，就是这罗金花上次要肉不成，存了心的放鸡鸭进去，吃人家少宁的麦苗，真是好狠的心。指不定是被什么野兽叼走了，非要污蔑人家，真是活该。你们懂个屁呀！哎呦，天杀的呀！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把我家傻蛋的鸡给偷走了！没天理啊！城里回来的欺负老实人啊！少宁，你干啥去啊？妈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我去你的！我去你的！你个天杀的！老娘跟你没完！孟少宁，你们要是再不走，还赖在这儿，下一手就直接灌你嘴里。少宁，干得漂亮！这对母子太缺德了，活该！以后他们再敢来闹，我们帮你。感谢各位叔伯婶子，今日做见证。散了啊，先回去了啊。爸妈，我们吃晚饭去。好，走。咋了，少宁？你们家出啥事了？刚刚这么多人。赵队长。没啥，你着急忙慌的，是有啥急事儿？爸妈，小妹，我有些事跟赵队长说，你们先回屋吧。好。赵队长，有啥事儿你说吧。上次我批地的时候，你说想要加入赶山队，现在还想进不？赵队长，你上次不是说赶山队人够了吗？还说我年纪轻不让进，怎么这次又能进了？就刚才西沟子那边又发现了熊瞎子的脚印了，张老汉家的羊又被祸害了，队里的人一直想找到他，都没影儿。那这么说，只要我打了那熊瞎子，就能进赶山队了。少宁，你有把握？如果你真的能够打死这头熊瞎子，我直接允许你加入赶山队，而且到时候肉谁打了归谁，只需要交几十斤给公家就成。好，赵队长，我接了。要不你和你爹商量下，毕竟你家就你一个儿子，万一……赵队长，要是连熊瞎子都打不了，还提什么进赶山队？我爹那边我自己会去说，到时候你只要给我把56半步枪就行，毕竟那老洋炮可打不穿熊瞎子。好，但如果上山一定要注意安全，
需要人手帮忙的话就说，枪的话等下你直接去队部来拿。那我走了。这段时间一直喝着良田空间里的灵泉水，我的身体变得不知道比以前强壮了多少，再加上一把56半，什么熊瞎子马瞎子的，都保准给他一枪撂倒。大牛啊，咱们可说好了，你非要跟过来，一定得听话，可不能乱来。哥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保证听话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去找点诱饵。诱饵？你知道这熊瞎子最爱吃什么吗？蜂蜜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请君入瓮了。哥，这能成吗？放心吧，这熊瞎子闻到了蜂蜜味儿，就跟发了疯一样。哦，我们就在这等着。这也忒大了，这得有400斤了呀！别说话，这熊瞎子闻到蜂蜜味儿。成了，哥！别急，先看看，这点高度可不一定能砸死他。哦，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从旁边摸过去，给他补一枪。啊！哥，他要爬过来！大牛，321，就是现在，开枪！大牛，321，就是现在，开枪！快！死了！哥，他真死了？死了！俺的娘啊，差点交代在这儿。值了，这熊能卖不少钱，够咱们家吃好几个月的了。哎哥，赶山队才能打死的黑熊，让咱俩给打死了，这可不吹一辈子了。好了，别贫了，咱们赶紧把这熊分成好几块，带下山。好嘞。来，拿着，回去给你娘炖汤喝。哥，这也太多了，赶紧拿着，别废话，别让别人看到。好，哥。那我走了，哥。趁着今晚，先去趟黑市处理掉一部分。买棺材的，要柏木的。说吧，有什么东西要卖吗？老王，不知道这熊胆你能不能吃得下？哇，好家伙，金胆，这品相！还有更好的，熊肉、熊皮、野猪肉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得起？哎，兄弟，我要有多少我收多少。行，那等着我，给你抬过来。好。这真是熊瞎子哎！这皮毛这么完整，一点伤都没有。小子，你是怎么打的？还能怎么打？枪呗！少废话，赶紧开个价。这皮子呢，给你按80；熊胆呢，给你按180；这肉呢，给你按1.2块一斤。老王，你这价开的不实在啊！哎呦，我的兄弟啊，我哪能给你胡乱要价呢？这样，你第一次来，今天呢，我就直接做主了。这熊胆呢，给你按210；皮子呢，按100；
肉呢按1.4块一斤，加上零零碎碎的，一共843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成交。好。行，没错。对了，老王，你这里有5、6瓣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还要再来200发子弹。这不巧了吗？我这刚到的货。是吗？小伙子，这枪给你按180，子弹我再额外送你50发。不过嘛，道理我都懂，以后有好货肯定先找你。对了，另外再给我2包大前门啊，然后糖果，还有麦乳精，还有那个银色狐狸结的发卡也给我。这个发卡呀，可是大城市的货。不过，小伙，你是不是要送姑娘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给我就是。好。小伙子，我看你人不错，这个雪花膏就当送给你了。谢了。哎，别走，小伙，能不能跟你打听个事儿？老王，你有什么话直说。小伙，你能搞到白糖不？现在啊，这玩意儿可紧俏了。白糖，我们村甜菜倒是多得很，榨菜并不难。问题是，这东西啊，现在不让私干，产量上不去。小伙，你要是能搞出来，我全收了，而且价格呀，我比供销社高3成。3成？老王，你这路子挺野啊！现在啊，啥都紧缺，尤其这白糖啊，可是个稀罕货。你要是能搞出来呀，咱俩都能赚一笔。行，那我试试。不过得搞公私合营的幌子。要不说还是你小子的脑瓜活泛啊！这法子行。成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回去有安排，造好了给你送过来。爽快！你要是能够稳定供货呀，以后咱俩还能聊点别的。哼。白糖这买卖，按道理来说能干。这年头，白糖可是金贵货，你要买都要糖票，还不一定能买到。而我有良田空间和灵泉水，如果同时良田空间种植一些，再加上村子里种植甜菜的时候，再浇点灵泉水，到时候产量和质量该有多厉害！宜早不宜晚，刚好今天赵队长在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把这事定下来。赵队长，我孟少宁啊。啊，少宁啊，你咋个半夜的过来了？赵队长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好，我看看。我的娘嘞！这真是熊瞎子长？当然是了，而且这30斤肉我已经放到食堂那边了，到时候直接去取就行，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。你小子行，这畜生啊，祸害咱屯子多少年了，没想到栽到你手里了。好啊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咱赶山队的人了，每月上交50斤野味就行，剩下的都归你。至于完不成任务的话，啊，队长，我都懂啊，不够就下地挣工分，赚钱补上啊，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队长，我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咱队里不是甜菜多吗？我想搞个制糖作坊，给咱们队里创收。制糖？你小子还能制糖？那当然，我以前
可是在城里糖厂干过，甜菜的熬糖、过滤、制糖、结晶都门儿清。而且队长，你这审批要是过了，到时候不用队里出钱，我出钱买机器和苗子，到时候赚了钱，咱们3-7分，队里7，我3。小宁啊，你说这话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然我这大半夜过来找你干嘛？好，你小子，我现在就写条子，明天啊就去公社申请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到时候我就等着你的消息了。好。等条子下来这几天，倒是把这灵泉水提炼成结晶了，又在里面的甜菜上实验了一遍，发现这玩意儿竟然还能加速糖分凝结，这可真是个宝贝啊！哼，哥，批了，公社批了。哼，少宁啊，公社已经给咱队里批了，我已经叫乡亲们过来，等下你可要好好给我们讲讲该怎么搞。乡亲们都听好了，咱们屯里呀要办糖坊了。制糖那金贵着呢，咱能搞？能成吗？可别糟蹋了甜菜呀！乡亲们瞧瞧，这供销社的白糖8毛钱1斤，咱们自己熬，成本不到3毛。真的吗？这咱能熬出来？简单，把甜菜剁碎了榨汁，等等工序，就跟熬大酱差不多。愿意来做的自愿报名，公分依旧，年底分红。那我要报名，我也要，俺家甜菜全部交工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，那咱们下午就开工。大牛，去带着几个人把场地搭起来，家伙事都准备好。好嘞，哥。乡亲们记住，火候要稳，不能糊锅，就要一直不停的搅拌。那这还得熬多久啊？看火候，熬到勺子上挂浆就行。大牛啊，快去把陶罐拿过来。好嘞，哥。晾到温热，然后再倒进模具就行。哥，这就成了。早着呢，还得结晶。之前在良田空间操作的，就是不知道在外边是不是也会成功。成败在此一举啊！哥，你手里那是啥？秘方。哼。啊。哼。哎，快看，出糖了！白糖，真的是白糖，我以前在厂里见过，一模一样。大牛，尝尝看，甜不甜？好。甜，哥，比供销社的都甜，而且一点都不腻。还有点清凉。少宁，咱们屯子要发了，多亏了你呀！队长，现在咱们要赶紧把这些白糖装袋，去供销社问问要多少钱，看他们收不收。对，赶紧装袋拿去供销社。大牛，你等下拿着样品过去，少宁和我们还在这儿熬汤等你。好嘞，赵队长，哥，你们就在村子里等我好消息。赵队长，你放心好了，东西肯定是上品货。啊，我放心。春桃，怎么样？刚才的糖甜不甜？哥，甜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白糖。小桃啊，这糖再甜，你可不能多吃啊！就像你哥上次说的，吃的多了会掉牙的。咱妈说的没错，糖吃多了会掉牙哦。成了，买上了！供销社给咱的糖9毛5一斤。老天爷，真挣钱了！俺家的甜菜没白种，多亏了少宁。乡亲们，咱们已经成功了第一步，接下来就是按劳分配。今天出工的，咱们多发半斤糖。好。少宁，好样的！明天啊，你跟我一起拿去给公社社长尝尝看，这以后啊，就是咱村的支柱产业了。好嘞，赵队长。哎，哥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咋样？咱的白糖卖出去了吗？今天乡亲们一个个都问我发工钱的事，都是那个张丽华和那个罗金花，他们一个个不干活搞的。啊。
少宁，你来说吧。我年纪大了，这以后的天下都是你们年轻人的。大牛，放心吧，妥了。白糖这事儿，供销社说了，以后啊就由他们包圆了。太好了！而且以后每个月保底100斤，另外还当场补了我们50发子弹和2双胶鞋。太好了，这下我们终于不用为钱发愁了。大牛，去喊大家伙来，今天啊，咱们发工钱。好嘞。孟少宁，你这工钱发不了了吧？我可告诉你，大家伙的活儿都不是白干的。你今天要是发不出来工钱，哼，必须跟大家伙道歉。张丽华，关你屁事儿啊！你是干活了还是制糖了？我帮大家伙说话的呀。再说，他骗不骗人我又不知道。少宁不会骗人吧？可是这钱要是真发不出来咋整呀？我们家还等着钱买盐呢。朱婶儿，上工4天，12块8。少宁真是能干呀，这糖厂干得值。对呀，明天我还来。哎呀，现在大家都有钱，某些人气不气呀？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跟你们没完！乡亲们，明天糖厂继续开工，想来的天亮之前在这儿集合。好。富贵，来签个名。干啥来了？早点不来，现在知道来了。李大牛啊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管得可真宽呐！这我侄子的厂子，我自家的生意，我想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。你这话说的，我可是记得前2天某些人在村口说，跟着孟少宁干活的都是傻子，现在赚钱了，知道来了。给我滚一边去！你，哎，少宁啊，你看咱们都是自家人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二婶儿、堂哥，你们真要来是吧？当然，咱们可是亲堂兄弟啊！我不帮你谁帮你啊？这些外人可不能信。对呀，咱们富贵啊，那可是在县城读过大学的，有学识，比其他人可强多了啊！你赶快啊，把富贵名字写上。行，那就说好了，1天8毛钱，你们就负责铲糖渣、清理锅炉，活不重就是脏点。你说什么？让我们干这个？孟少宁啊，你疯了吧？我可是你堂哥啊！那你们想干什么？当然是管账，或者是监督他们干活啦。咱们可是自家人，我还能坑你不成？呸！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干活的时候，他们在哪里？这会领钱来了。就是，现在有钱了又来了。孟富贵，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吧？就凭你，还想当管理员？你配吗？就是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好，你不让我们干，孟少宁啊，你这是6亲不认呢。啊，行，你不让我们干，那你这糖厂你也别想办了，我天天过来闹，我看你们怎么开工。什么？这娘俩想来闹事，真当咱们是好欺负的呀？就是，揍他们！你们这么做是在跟全村的老少爷们作对。作对就作对，你们不让我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吵什么呢？赵队长，你什么你？早前几天就在屯子里胡言乱语，现在还想破坏集体生产，还想当官？你咋不上天呢？再敢胡闹，我明天就拉着你们2个去公审邮寄。还都站着干什么呢？快回家做饭呢！晚上记得到院子里领工钱。可算出了口恶气，哥。这才刚开始呢。阿牛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我去趟知青点。哥，是不是去找那个苏知青啊？好了，快回去吧。得了，哥。婉玲这个时候应该还在静静的看书吧。苏婉玲同志，孟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听说今天糖厂发工资。这个给你带的，希望你喜欢。孟大哥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拿着吧，这也不值几个钱。你平时帮乡亲们扫忙辛苦了，手都裂了口子，这雪花膏挺好使的。那，孟大哥，谢谢你。时间不早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这雪花膏记得用。
糖厂如果要长期干下去，光靠屯里的钱财肯定不够。还好之前很早的时候找过赵队长批了另一块大荒地，只需要用灵泉水浇灌一遍，再翻翻地，那产量还会蹭蹭往上涨。乡亲们，相信赵队长那边应该跟你们说过了，我这边荒地需要招人，工钱就按糖厂的算，管大家中午一顿饭。少宁，这是真的假的呀？上次我没赶上糖厂那边，这次可得要我呀！少宁说的哪次没有兑现过？这次肯定是真的。大家伙儿尽管放心，只要有我孟少宁在屯子里一天，就绝不会少大家的工钱。好，干了，跟着少宁干准没错。跟着少宁哥干，跟着少宁哥干。少宁哥，谢谢你带我去镇上买东西。没事，婉玲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等下还要去趟村部找赵队长。哥，哎，你可真是有了苏知青逛了大牛啊！我在后面追了你2里地，你都不带应的。什么？你一直在追我？对啊，我在镇上邮局看见有你的信，我就给你带过来了。哎，少宁，好消息！天大的好消息啊！队长，啥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少宁，我刚接到公社通知，咱们公社社长王建国要来咱们屯视察了。啥？要来咱们屯？那可不，10里8乡就选中了咱北山屯，说是要来看看咱们甜菜的实验田嘞。队长，他们啥时候来？后天。少宁啊，这次可全都靠你了。要是领导看得满意啊，你小子又是头功。哥，咱这次要出名了。赵队长，现在时间紧，咱们要赶紧找人，把实验田附近的杂草清理清理，然后再把甜菜分成几个区域，每个区域挂上名牌，然后知道了吗？好，我这就去召集人手，照你说的办。咱也走，哥。社长，结合外面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这一切都是在赵队长的带领下一步步干起来的。不错不错，有田呐，这次咱们北山屯可是为咱们公社争了光了，这次先进集体真跑不了。这另外呢，我想让咱们村出一个人，代表公社去县里开表彰大会。什么？这事儿也能上表彰大会？怎么不能啊？咱们干得这么好，还能让全村老百姓在饥荒年吃上口热乎的，这可比那些村子强多了。哎，少宁，要不这次就你去吧。咱们村啊，这次能拿到这个荣誉，可都是因为有你啊。少宁，怎么样啊？哥，这可是去县里，这次脸可露大了。社长，赵队长，我一定不负所望。这次少宁可是代表咱们屯子里去的县里，还上台发表了讲话。而且啊，我还听说县委书记着重表扬咱们屯子了呢。哎，对了妈，这是这次表彰奖励的。你不是爱听戏吗？这里面能让你每天都听。好，这是俺儿子少宁给我挣的。看人家生的儿子，真是山里出了个金凤凰，这收音机要几10块吧？这玩意儿我可知道，就算是有钱，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呢。少宁啊，好样的！这下连我也忙起来了，隔壁几个屯子的队长啊，都来找我取经嘞。队长，我也要表扬。好，你也要表扬。好嘞，大家都赶紧回家吧。少宁忙了一天了，太累了。好，走。看来啊，这苏知青过不了多久，就真成了咱们屯的了。赵队长，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这2天县里又要来下乡的，你帮我去接下吧。其实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周红林那小子居然又来到咱们屯了。我听赵厂长说，是因为他在养父工厂里手脚不老实，偷了不少螺纹钢，又因为他父母是厂长，所以屡教不改，
少宁哥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问的，你心里应该不太好受吧？难受倒不至于，不过一开始确实有点心里不舒服，但现在都过去了。如果我不回来，可能也遇到不了你。少宁哥，村口马上就要放地道战，所有志军都去，咱俩要不要一起去？这不太好吧？这有啥不好的？咱俩正进处对象报备了呢，而且大牛那小子肯定也要去，到时候咱仨一块坐前排，没人说闲话。婉玲，今天电影好看吗？那咱们下次再一起去看。等等，少宁哥，这个是我亲自绣的手帕，上回我见你擦汗用的帕子都磨边了，所以好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你个孟少宁，你凭什么让那么多人喜欢你？不过这次你可要后悔终生了。我怎么感觉周红林朝知军女宿舍的方向去了？哎，哥，不好了！我刚从队部回来的路上捡到只鞋子，你看像不像婉玲姐穿的那双？他人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隐约听见山那边有人喊救命，我就过来了，然后我就看到你在这儿。周红林，你他娘的，这小子想死！大牛，你现在立刻去队里报告，说苏婉玲被周红林掳走了。我现在上山。哥，现在天都要黑了。废话，赶紧去！哦。周红林，这次你找死了！救我呀！救我呀！苏婉玲。你不要过来啊！这可是犯法的。犯法？等我办完这档子事儿吧。周红林，少年哥，他有刀，你快走！你干嘛？老子弄死你！敢动我苏姐！孟少宁，敢动我，我爸可是……少宁哥，别怕，没事了，有哥在。少宁哥，幸好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……大牛，给我接着打！不是挺能的吗？敢动我哥媳妇儿！信不信我真杀了你？杀了他，那不是便宜他了？把他给我带回队部，让他的好爹好妈看看。现在，强奸罪可是重罪。起来！老实点儿，老实点儿！妈，你快救救我！我可是你养了20多年的儿子。谁是你妈呀？你个畜生！临走之前，你还偷我们家的母亲，现在还来跟我儿媳妇耍流氓！你个王八蛋！这事儿我已经上报给了公社，公社王书记那边说了，周红林犯了流氓罪、盗窃罪，判处劳动改造3年。不，3年，冤枉啊！孟少宁，你不能好死啊！周红林，你再给我诅咒一句试试！赵队长，我申请把这个畜生给他送远点，最好让他天天挖煤，这辈子都别想出来祸害人。你放心，少宁宁，这事儿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大牛，哎，赵队长，跟我走一趟，把这杂碎一起送到公社，正好你也是个证人。至于苏知青、孟少宁，队长，我们就不去了。万林受了惊吓，我亲自送他回去。走，老实点。你好好安慰安慰人家，我去打盆水洗洗脸啊。万玲，
鞋底我拿草刷给你刷过了。少宁哥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婉玲，你别说这话，你是我对象，我不保护你保护谁？再说了，这事赖我，周红林是冲我来的，你才是被我连累的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是他那个混蛋。婉玲，等我在村西起，我要我妈去找队长说媒。你不嫌弃我？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他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没碰到，就算碰到了，我也会要你的。我喜欢的是你的人，不是别的。到时候你嫁给我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，我发誓。少宁哥，你真好。走吧，等过年的时候，我给你买条红围巾。少宁哥，你送我回家吧。哎哥，自从上次跟着你打猎，我这腰杆子都硬了。咱下次啥时候进山呀？放心，只要跟着我，少不了你吃肉的机会。哎，好啊哥。哎，赵队长，怎么愁眉苦脸的？被婆娘踹下炕了？呸！少扯犊子！刚才啊，公社来通知了，咱队还差200多斤的过年肉没着落。哎，按我们屯子的人头分，一家最多2两肉，这个年还过个屁呀！就这事儿啊？这事儿还小，你小子是个有能耐的，不仅那地里种的麦子产量高，而且还天天有肉吃。可是其他的乡亲们不行啊，就盼着过年沾点荤腥呢。赵队长，要我说啊，咱们就组织一个上山打猎队，这季节野猪正肥着呢，说不定啊还能遇着狍子呢。能行。少宁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赵队长，我的枪法你还不知道吗？保准能让大家过个肥年。但是，我不能让人不劳而获，每家必须得出个劳力，分成几队上山，我就不信打不着。好，少宁，你的想法好，我这就去通知下。转眼重生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家里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把外债给清空了，加上良田空间的粮食，去老王那里卖了几窝，往后都是好日子。那么应该考虑带着乡亲们一起再做些事情，不然以后总会有人引窝闹事。走吧，大娘。走哥。乡亲们快来，打猎队的回来了！我的天呀，这么多狼，还有一头这么大的野猪！少宁他们真打狼了，还打着了，太能耐了！好样的，孟少宁、李大牛，哎，还有咱们打猎队的爷们们，都是好样的！这下过年肉有着落了，通知全村到老槐树下分肉。好，少宁哥，你没事吧？担心死你了。没事儿，就是虚惊一场。看，我给屯里带来这么多野肉。儿啊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吓死娘了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哥，你真打到狼了，你太厉害了！乡亲们都好好排队，今天啊，咱们分肉吃。好，能住上这大瓦房，能顿顿吃上这白面馍馍跟烧肉，搁以前啊，连做梦都不敢想啊。小宁啊，咱家能有今天，多亏了你呀。赶紧吃吧，多吃点啊！你爸说的对，咱家这日子啊，真是掉进蜜罐了。春桃，你多吃点，好好念书。哥，我这次考试又考了第1名，老师都夸我呢。好，你再继续努力，回头再给你买件新衣裳。
哥，喜事儿，大喜事儿！啥事儿啊？咋咋呼呼的，不是让你上午去趟试验田吗？少宁啊，大牛说的没错，确实是大喜事儿啊！哥，你那秘方真神了，咱那甜菜疙瘩比去年大了1倍，糖厂那边的糖又细又白又甜，都缺着要呢。产量和质量得跟上，我们的收入和利润才能更加的提高。赵队长，我看这边规模还得扩大，旁边的几十亩荒地也得种上甜菜。扩，必须扩！少宁啊，你是不知道，县里的供销社还有老王那边啊，给咱的收购价都涨价了。这糖厂可真成了咱们北山屯的金疙瘩了，年底分红啊，家家户户都能过个好年了。队长，大牛，这些才只是刚刚起步，我们的目标还不仅如此。婉玲，去把前段时间跑出画的图拿来。哥，这是啥呀？这个呀，就是我们屯子地图，有了它，就能更好的规划咱们屯子的发展了。少宁，你是想要对咱们村进行规划？这边我想建一个母猪舍，通风要好；那边是育肥舍，排水沟一定要挖深，用水泥抹好，卫生是关键。猪舍，现在村里有糖厂，往后还有试验田，成功后可以全屯推广。那么接下来，如果想要过上更好的日子，那其他产业必不可少。少宁哥，歇会儿吧，喝点水。谢谢婉玲，扫盲班那边辛苦了，村里的娃娃识字快多了。不辛苦，现在大家生活呀越来越好。这养猪场一开呀，甜菜渣利用起来，猪粪肥田。少宁，你这路如果走对的话，咱们北山屯可就奔着万源村去了。赵队长，既然咱们开始干了，那就干得红红火火，让乡亲们吃饱穿暖，并且咱还能在公社里露脸儿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北山屯。好。哎，你看，这个月我们糖厂的账目又涨了3成，而且下个月完工之后就可以进猪仔了。老王那边渠道稳定，省城的项目也已经打开了。我想着这个月月底之后，除了每个月的工钱，每个村民还能多发50块钱，还有10斤肉和5斤糖。太好了，少宁哥，看见大家从吃糠咽菜到现在顿顿有灰心，就连孩子没有新衣服上学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婉玲，屯子的成功也少不了你的一份大功劳，没有你帮着扫盲，光有这产业也是不行的。屯子里的人都会念着你的好。我看你这个丝巾一直都不舍得换，我给你买了条新的。啊，对了，等这阵子忙完，我打算让我妈去赵队长那提亲。婉玲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哟，又是少宁哥送的礼物吧？苏婉玲，你可真好命啊，有少宁哥这样有本事的男人，不像我们围城无望啊。丽华，扎根农村也能有作为，少宁哥带着大家致富，日子不比城里差。就算是回城政策发生了变化，但现在做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看，这是我爸妈给我寄的信，他们也很为我高兴，说现在屯子变化大，少宁哥是个好小伙。哼，等着他飞黄腾达，看不上你这知青。切！哎呀，赵队长，可算是等着你了。刚才我去嫂子家找你啊，嫂子说你不在家。我知道，现在忙。秋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今天找你可真有个大忙，请你帮忙。少宁娘，看把你乐的，啥事儿啊？是不是少宁和婉玲的事儿？可不是嘛，我们家少宁啊，请我托赵队长给做个大媒。他相中了知青点的苏婉玲同志，向镇市去提亲，请赵队长您啊，镇市去苏知青家给帮忙提个亲。行，这事儿啊，包在我身上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可是咱北山屯的大喜事儿。我啊，这就去知青点儿，
跟苏知青通个气儿，问问他家的地址和情况，选个好日子，咱风风光光的去提亲。好，太好了！这是咱的彩礼，还有这些礼品，啊，你都带上，还有这些聘礼啊，都记得呀，替咱们多说句好话。哟，都提前备好了。赵队长、婶子，这趟差事可是美差，得替咱少宁哥把嫂子娶回来。是的，没人红包少不了。对，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咱北山屯的功臣娶媳妇儿啊，必须得办得漂漂亮亮。好，到了那边一定要替咱们家多说几句好话，把咱们的心意都给带到。好嘞，叔妈，辛苦了。好嘞，大家都回去吧，我走了。等我好消息。好。叔，咋样啊？那边咋说？哎，少宁啊，说起来，您的丈母娘对我们乡下有所埋怨。是，出问题了。哼，你看，你小子还急上了。放心好了，你老丈人同意了，而且日子都给你选好了。9月初8，秋收结束，粮食进仓，到时候啊，猪也肥了。正是啊，办喜事的好时候啊！啊，来，成了，他爹，成了！少年，你媳妇定了，下月9月初8。好小子，太好了，少宁哥要娶媳妇了！哎，9月初8，咱屯子要办大喜事。好呀！三叔，您辛苦了，恭请您放心。妈，被褥的面料和棉花，我托老王从省城带过来，您和婉玲商量着做，放心，一定要厚实暖和的。哎，好，知道了。这棉花呀是刚弹的新的，雪白呢。这红绸布料做被面呀，喜庆。大牛，哎，哥，啥事儿？你放心准备你结婚的物件，猪场这边我盯着呢。我就是提醒你一下，千万要注意猪场排水沟的问题。卫生才是最重要的。放心哥，我现在就去说。哎，那边的排水沟挖深点啊，还有那边的水泥抹匀点。少宁哥说了，卫生是关键，这猪住的舒服，长得才快。大牛这么上心，是不是想早点吃上你少宁哥的喜酒，顺便蹭点糖厂的红利买猪仔呀？那当然了，咱这养猪场可是甜菜渣变宝，这猪长得肥，谁都有肉吃。还有那糖厂分红更多，双喜临门不是？婉玲，你看这喜字这么简行不行？窗花的样子还有更复杂的。这样就很好啦，简单大方。谢谢你啊，小梅。被面跟枕套样式，我跟少宁妈商量过了，就绣点缠枝莲，寓意好。婉玲，真羡慕你，孟大哥多好的人啊！看这屯子也越变越好了，这喜事也算是咱屯子的大喜事，我们都给你帮忙。谢谢大家。等忙完了，我请大家吃喜糖，吃少年哥打的野猪肉。爸妈，谢谢你们成全女儿心意。少宁哥啊，他比信中写的、照片上看见的还要好。屯子的日子一天天的变好，新盖的猪场，少宁哥每天都去看。他说呀，要让咱们屯子的日子更上一层楼。9月初8，快乐！还有，这高考恢复了呢。我妈可是给我发来电报，让我好好读书，不像某些人，只能在农村种地喽。张丽华，种地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吃的穿的，哪个不是农民给你做的？你再这么说，我就要去告诉赵队长。切！婉玲，
少宁哥，报纸你看到了吧？高考恢复了。我看到了，这是好事，天大的好事。少宁哥，我想去试试，我想去学习，那是我的梦想。那就去考。什么？我说去考，这是你的梦想，是你的机会，我支持你。可是我们的婚礼就在眼前，如果我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屯子的那帮人怎么看？还有我父母。婚礼可以等，天塌不下来。婉玲，我娶你，不是要把你拴在我身边，不是要把你拴在我的屯子里，我娶你是要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，是要让你实现你的价值。你有知识，有文化，需要去考大学，需要去实现自己的价值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孟少宁，说话算话。家在北山屯，我在这等你，把咱们这个产业守好，把咱们家守好。你去读书，无论考到哪里，无论读几年，我都在家等你，等你学成归来，咱们再风风光光的办婚礼。少宁哥，谢谢你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婉玲，你不用这么做，我相信你。少宁哥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今天我一定要跟你结婚。婉玲，你放心，等你考中回来，我一定给你准备一场盛大的婚礼，让全村人不，让所有人都羡慕我们。少宁哥，我相信你。大牛，甜菜种植区那边那种子下地了吗？哎，哥，按照你说的，那边新开的50亩地全都种上了，浇的就是你兑的那营养水，那苗子长得贼壮实，乡亲们可有劲儿了。对了，大牛，这是新研发的催化剂，新设备试运行时，你到时候按比例加在结晶环节，能让糖更白更细，产量还能提1成半。这是咱的核心，你亲自操作。放心吧，哥，我绝对不让其他人知道。哥，你说嫂子那一去，不会不回来了吧？说什么呢你？你嫂子只去备考大学去了，什么不回来了？乖乖，这比老田里的壮实多了。少宁，你这营养水是鲜水吧？这就是科学种田，记住这个比例，以后都用这个法子。婉临走之前留的笔记说了，这样做抗病解高产。哥，咱们那猪场第一批猪仔100头，个顶个的壮实，就是用你那个甜菜渣配麦麸的配方，可爱吃了。记录好每头猪的吃食和长势，咱们要摸索出最省料、长肉最快的配方，这样咱们才能卖出好价格，乡亲们才有优势。好，少宁，少宁啊，你小子天天跑哪儿去了？不是给你分了个队部办公室吗？队长，你也知道我的性子，这办公室哪能坐得下？哦，对了，你找我着急忙慌的，怎么了？哎，我倒是把正经事给忘了。少宁啊，省城国营大商店，他们要跟咱签长期供货合同，白糖1000斤，还有咱们的猪肉干和果脯。老王啊，路子真野，把样品都送过去了。验1000斤那得多少钱啊？队长，这是机遇，也是挑战。大牛，你立刻去盯着所有的糖厂还有养殖场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包装，咱们要用省城带来的样品样式贴上红旗公社北山屯特产啊，要体面，质量是关键，谁敢出岔子，我扒了他的皮。白糖500斤，猪肉干100斤，果脯50斤，清点无误。师傅，您签收。好家伙，你们这糖比省城大厂的还细，这肉脯也香，你们真是这个，下次还找你们。少宁啊，这是咱北山屯的糖和肉第一次堂堂正正的进省城大商店的柜台啊！这只是个开始，非常好。接下来我们要研究一下副产品，糖蜜能不能酿酒，废渣能不能做饲料添加剂。我们要把甜菜从头都吃到尾，一点不浪费。要不说还是少宁你脑子活泛呢。好，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干，我带着屯子的乡亲们就跟着你怎么干。
剔除成本，预留发展基金。咱们团子集体利润是这个数。这么多我没听错吧？少宁啊，这分红方案，家家户户现金至少200块，还有糖、肉、粮。账目清晰，经得起查。而且这些是乡亲们一块汗珠摔8瓣挣的，分红当然要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。而且这糖厂、猪场、试验田的骨干一定要有额外的分红。另外，我提议拿出一部分利润来修小学，请好老师，让咱们腿的孩子不用绕远路就能上好小学。好啊，少宁，服了。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？修学校，这个想法好，这样咱屯子就有未来了。娃娃的学习一定是放在第一位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，特别是该上学的，咱们腿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。社员们都静一静啊！分红、发钱、发东西了，下面叫到名字的就上前来。朱老栓，现金230块，白糖20斤，猪肉15斤，气粮100斤。好。好了，大家鼓掌。我就说跟着少宁干准没错，200多块钱啊！我记得前2年还是几十块、100块。是啊，现在咱们屯的小子可是附近方圆100里的香饽饽嘞，其他地方的姑娘都想嫁到咱这儿。孟少宁，加急电报，省城来的。是喜报，苏婉玲同志的，考中了省城大学中文系。哎，考上了哥，嫂子现在是大学生了，真考上了。喜上加喜，双喜临门呐！苏婉林同志给咱们北山屯争光了！少宁，来庆祝，必须得大庆祝！现在良田空间内已经发展成万亩，粮食方面已经不再短缺，接下来就要开始考虑后面更远的发展了。万玲，今天累了吗？少宁哥，今天就像做梦一样，屯子变了，家变了，大家都变了。谢谢你懂我，支持我。万玲，自从有了你，我奋斗的一切才更有意义。你看这麦子、甜菜，这猪场，都是咱的根，更是咱的未来。万玲，你好好读书，念成了，就把这大学问用在这片土地上，让它变得更好。我一定好好学。等我回来，我就让咱们北山屯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样板。终生一世，良田万亩，粮肉饱仓，爱人相伴，乡亲富足。我往后的美好人生还在继续。